阿姨在楼下准备晚餐，魏无羡回到楼上房间，他拿出手机，有些犹豫，但似乎好奇心占了上风。趁着楼上没人，魏无羡颤颤巍巍打开网盘，点开聂怀桑发的视频。视频很长，接近2个小时。魏无羡拉着快进键浏览了一下，是2个男人换着不同场景多的视频，其中不乏很多让人脸红心跳的姿势，趁着无人在公共场合做，还有角色扮演的剧情。魏无羡将进度条拉到感兴趣的场景，捧着手机坐在床边看了起来。还能这样？看到没用过的新姿势，魏无羡就羞红了脸，然后脑海里忍不住就开始想象自己和蓝忘机的话，好像也可以试试。看到办公室 play 时，魏无羡不禁会心一笑，这个他和蓝忘机玩过，不过姿势好像没这么有趣，下次说不定可以试试。无羡，饭做好了，阿姨先走喽。楼下传来阿姨的声音。哦，好的。魏无羡来不及反应，条件反射将手机锁屏，正准备下楼看看，就听到蓝忘机的车开到楼下的声音。看到自己已经起了反应，魏无羡红着脸赶紧钻进被窝，试图掩饰自己的窘态。果然，蓝忘机一回家就直接上楼来看魏无羡。魏婴，要不要看医生？蓝忘机一进门就看到脸颊熟透的魏无羡，立刻上前去探额温。蓝湛，我真的没生病。魏无羡躲着蓝忘机的手，小声咕哝道。蓝忘机发现魏无羡额头不烫，反而脸颊烫，忍不住侧头多看了几眼。大哥说，总裁秘书室有份会议材料发到你邮箱了，有吗？我没收到新邮件提示啊。魏无羡一听，有些慌张地从被窝摸出手机确认。魏无羡条件反射摸到手机，指纹瞬间解锁，屏幕亮起来的那一刻，魏无羡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立马要去挡住蓝忘机的视线，可蓝忘机坐在一旁早就看到了，而且视频随之传出的无比尴尬的喘息声在安静的房间内显得清晰无比。蓝湛，魏无羡试图解释，但脑子一片空白。这个，你听我解释，你喜欢这种？蓝忘机皱着眉头看着手机。没。魏无羡尴尬的满脸通红，我只是不喜欢。蓝忘机又问，波澜不惊的脸看不出有什么情绪。啊！魏无羡愣住了，耳边不断传来视频里的声音。蓝忘机离他很近，卧室的空气也越来越燥热。蓝副总，魏无羡心脏砰砰跳，但还是缓缓起身，轻轻勾住蓝忘机的脖子，要不要试一下？蓝忘机用行动代替了回答，在栖身压倒魏秘书时，在人耳边轻声问，上班时候就在看。魏无羡羞得说不出话，抬起下巴使劲吻住蓝忘机。蓝副总又要出差开那个会了，那个不许带秘书参加的会，那个整整要开1周的会。蓝副总，这什么神秘会议，为什么我不能去？魏无羡撅着嘴，在副总裁办公室发起脾气来。之前蓝忘机就去参加过，确实没有带魏秘书去，这次也一样不带。魏婴，这是规定。蓝副总耐心解释，历来传统就是不能带秘书，1周见不到蓝副总，那怎么办吗？魏秘书难得为工作上的事情跟蓝副总争执，都听上司的，偏偏这个事情他不理解，也不想理解。我跟主办方联系过，就是不肯通融一下。魏秘书委屈的不行，咬着下嘴唇气鼓鼓的样子，看得蓝副总心都快化了。这次是叔父有事才让我去。蓝副总温声安慰，又把自家秘书拉到沙发上，又是抱又是亲又是哄的，我会提前赶回来的，乖。魏秘书撒完气，也知道这事不怪蓝副总，只好可怜巴巴让蓝副总路上小心点，不必太快赶回来，巴拉巴拉嘱咐了半天。当晚回去，魏秘书亲自给蓝副总整理行李，第2天又亲自去机场送行。那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蓝副总要外派海外1年半载。等我回来。临行前，蓝副总把魏秘书拉到角落里，腻腻歪歪亲了好久。蓝副总离开后，魏秘书心情差得要命。本来手上也没多少工作，蓝副总一走，生活似乎更无聊了。秘书室里，罗清扬和聂怀桑光明正大摸鱼聊天，还把温宁给带着。魏无羡没心情跟他们胡扯，
摸出手机准备给蓝忘机发信息，转念一想，开会回信息也不方便，又把手机放了回去。这时，秘书室座机响了起来，聂怀桑接起电话，了半天，抬头对魏无羡说：“魏哥，总裁秘书室说是有个文件，他们走不开，需要你亲自去取一下。”好。魏无羡正没事做，起来走动一下也好。来到总裁秘书室，签好字后，魏无羡拿过文件准备回去。无羡，蓝曦臣刚好从外面回来，和正准备离开的魏无羡撞个正着。大哥，魏无羡笑着招呼道：“忘机走了，你那边没什么事吧？”蓝曦臣问：“中午一起吃饭？”谢谢大哥，中午正好约了同事。魏无羡婉拒了蓝曦臣的邀请。蓝忘机不在，他对什么事都热情不起来。